我是贤君，目前1月新番已经开播了1个多月了，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出许多动画的品质以及剧情优劣。虽然也不能说前几集就能完全决定一部动画之后的好坏，毕竟现在好好看个5-6集之后剧情就突然暴走了的动画也是有的，但是这种奇怪的特例还是少数，所以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的1月新番有看什么动画，以及那些动画的表现如何吧。不过其实有很多动画是我本来没有想要看，或是我想说这部很好看，我要多囤个几集一次看个爽的，但是我突然想到我要做个影片，所以就硬着头皮把它们都看完了。算了，这种事情还是不要讲比较好。打扰人游戏，首先就先从这部超能力战斗动画讲起吧。一部第一集就有着1个小时的长度，但是播了4集后马上就来个总集篇的，不知道到底是宫崎充裕还是不足的动画。这部动画在剧情上做了大量的改动，不但直接删掉其他好几个角色的剧情，还在第1集新增了一个新角色。关于删剧情这件事，毕竟动画的篇幅有限，所以剧情会有删减是情有可原的。而第1集新增的一个新朋友的剧情，我觉得加的还不错，因为我有稍微看一下漫画，我觉得第1场战斗本来就不是很吸引人，现在加一个友情的故事，让这一段的剧情变得更有魅力了一点，所以我是给予这个改编好评的。而这部的战斗画面并不算特别优秀，不会到太差，但也没有什么太亮眼的部分。主角到现在为止也大多都是因为运气好、能力觉醒之类的才能打赢敌人的，所以动画的剧情到目前为止还不算太精彩。但我有听到网络上对这部原作的好评，所以我依旧对它后面的战斗抱持着期待的心情。怕痛的我把防御力点满就对了。这个动画基本上就跟它的标题一样，女主角把所有的技能都点在防御力上，然后接下来的剧情就发生一堆会让我觉得哈这样也行哦的事件。像是女主角一开始遇到一个小怪，她因为她打她不痛，所以就站在原地给她打了1个小时，她就因此得到了防御力变成2倍的技能。是不是觉得没什么道理啊？先不说站在原地被打1个小时就能得到技能这件事，就当做它是一个很奇怪的游戏彩蛋好了。但是你跟我说什么样的人会站在原地给小怪打1个小时啊？超级怪人加上超级怪彩蛋，只会让人怀疑自己的脑袋而已啊！后来不管是被毒液喷个几下就能得到毒耐性，还是女主睡在地上承受了小怪3个小时以上的攻击就得到了冥想的技能之类的，这部有太多可以吐槽的地方了。但是它的制作水准又很不错，最近几集的战斗都做得不差，所以就算我原本是硬着头皮看的，到后来也意外地得到了不错的观看体验。不过我也是一边看一边吐槽的。要我说的话，这部动画就是我这季特别不知道要推荐还是不要推荐的动画。思维复写，本季中一部非常特别的动画，讲述一群人可以进入别人脑中去改变他人的记忆，甚至是操纵别人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人的脑中有山和谷，山就是存放着这个人人生中最美好记忆的部分，谷就是最糟糕最恶劣的记忆。而如果一个人缺少了其中一个，或是被他人用坏，这个人的精神就会崩溃了。而我们在剧情中可以看到，主角群为了修改一个人山的记忆，却又不能把它搞坏，所以必须要从那个人的记忆中寻找要怎么修改他的山，却又不会有逻辑上的问题，或是2个不同阵营的人在对抗时不断的寻找对方记忆中的弱点之类的。这部动画在心理战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在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不过看完第1集可能会看不懂，那是很正常的，到第2集时就会给你带来醍醐味了。无尽连锁商店和怕痛防御力那个什么一样，是在玩 VR 游戏的动画，但这部的剧情就比较认真了。不过也就是因为这个认真，反而破坏了我的观看体验，因为不管怎样，里面人都是在玩游戏，所以他们太认真反而让人觉得尴尬。像是刀剑神域虽然一样是认真玩游戏，但人家的游戏毕竟是会关系到人命的，稍微认真玩一点也是合情合理。但是这部就是救个刚认识的 NPC， 气氛却就像是救个真人一样，这样这个世界是游戏世界的设定，感觉就没有那么有意义了。而且男主还说出什么，虽然对我来讲这就只是个游戏，但是一旦知道这个小女孩会消失，我就是很不舒服啊。绝对是长相的问题，不然你不会对 NPC 这么有感情的。我不确定他的原作在这方面的表现，但是我只能说以动画来讲，个人觉得这部有点太尴尬了。相较之下，怕痛点满什么的那种完全确定是在搞怪的，还反而看得比较自然一点。别对印象岩出手，本季中个人认为最适合推荐给别人的动画，讲述3个想要制作动画的学生在学校中创立自己的社团，开始制作各种动画的动画。没错，这就是一部做动画的动画。上次比较有名的同类型动画应该就是白箱了，不过白箱是比较偏业界人士做动画的动画，而印象研究是单纯因为喜欢做动画的人而做动画的动画。
他有比较多的部分会去做比较夸张的妄想，但是也有主角们在面对学校给的期限，请他们做动画的人给的要求，在这之中他们还是不能一直坚持自己想做的东西，必须在稍微妥协中做出最优秀的作品。我觉得这部动画非常适合给创作者看，尤其是当主角们第一次的作品放映结束后，主角们的反应既不是开心也不是感动，而是在检讨自己做的动画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个部分真的就是非常的写实，这部动画在这点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虽然很多地方非常天马行空，但是却又能让人感受到强烈的现实感。虽然我说这部动画很适合给创作者看，不过真要说的话，推荐给任何人看都蛮适合的。神推偶像登上武道馆，我就死而无憾。这到底什么标题啊？一部人设精美、制作优良的动画，讲的是一群偶像宅在支持一个地下偶像团体的故事，而许多篇幅都是在讲女主和她所支持的偶像之间的故事。这部动画虽然在作画很优秀，但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难以下咽的动画，因为我本来就不追偶像什么的，在这方面就没什么代入感，可是它却没有带观众一步一步体会那方面的事。就算是一些热门的运动动画，也会多少教观众一些基础的知识，但这部在这方面就对人不太亲切了。另外，女主对她的偶像的喜欢也不是一般的喜欢，而是疯狂式的喜欢。本来这就已经会让我稍微有点抵触了，而且她基本上就是一见钟情，没有任何可以说服我她会喜欢这个偶像的动机。再加上那个偶像因为个性内向，让女主一直以为他没有很喜欢她，而且作者又一直恶意的把他们接近的机会破坏掉，属于一种你越看就是会越着急的动画。所以这部动画是我不会推荐给别人的动画，因为它的剧情没有什么特别的看点，有一些比较老套的剧情表现，个人也觉得没有很到位。总之算是一部有点可惜的动画，不过我应该还是会看完，因为它的人设真的很不错。对。索玛丽与森林之神应该是本季节奏最慢的一部动画了。一个人类小女孩被本来应该是守护森林的种族哥雷姆带着一起踏上寻找她父母的动画。由于是带小孩的动画，所以故事内容非常温馨。当你看到一个新的角色登场，你以为他是坏人，不，他是一个好人。你以为这次终于来了个坏人，不，他也是好人。搞得我完全不清楚这世界到底有没有坏人。而虽然这部动画是本季中节奏比较慢的，但它的剧情安排却删减了许多日常的剧情片段，所以整体来说已经算是紧凑了。总之制作的确不错，可以好好期待它后面的剧情。异种族风俗娘评鉴指南，好看，巴哈万岁！请在伸展台上微笑。讲的是想成为时装设计师，却因为家境贫困而打算放弃梦想的男孩，和想成为模特儿，却因为身高不够而被身边所有人告诉他应该要放弃梦想的女孩，一起追逐梦想的故事。这边就套用我朋友的话来推荐大家，他说这部漫画非常适合给有着梦想或是有自己想达成的理想的人看，尤其是因为里面女主角遇到的困难基本上都是现实中的确会遇到的，但是又会让人觉得没有办法，会有这些问题也不能怪别人，所以这部作品能给人强烈的共鸣。然后这部漫画是他极少数看到哭出来的作品，而且还是在公车上爆哭，连这件事也给他讲出来。动画目前的表现还不差，但是我觉得节奏有点偏快，目前觉得没有到当初漫画给我带来的那么感动，后面的表现待观察。借用朋友的话真是方便，以后果然还是多多交朋友吧。虚构推理，本来这个作品就是我喜欢的风格，而它的动画改编也完完全全的对了我的胃口，在这季中也可以算我前3名喜欢的动画。动画的剧情安排在前3集放了一个比较短篇幅的推理故事，让从动画入手的观众更容易了解这部动画的剧情走向，算是蛮亲切的改编。以前3集的范例来讲，所谓的虚构推理就是不是推理出真正的事实，而是拿目前已有的证据去编造出一套逻辑正确但却不是事实的故事。像是蛇神就是一直坚持自己所看到的证据，不相信警察所得出来的答案，而女主角也有说犯人不一定会采取合乎常理的行为，蛇神也可能自己记错了，这样的话许多推理的前提都会被推翻的。而这部动画就是看他们怎么运用他们手上的证据及资讯去解决他们当时所遭遇的问题。另外这部的女主是我本季最喜欢的女性角色，她和男主的互动也是本剧的看点之一。异兽魔都稍微看了几集就会觉得这果然是很适合给 MAPPA 做的动画。目前的剧情主线大概就是寻找把主角变成蜥蜴的魔法师，这样子不算很清楚的主线，里面的角色随时都会和人打起来，是个随时都会死掉也不奇怪的世界，但是整部的氛围基本上都是轻松的，属于那种你讨厌主角是高中生的，讨厌主角对动手伤人或杀人这种是拖拖拉拉的，然后可能还讨厌主角是人类的人，很适合观看的动画。目前看来动作场面流畅，原作中非常血腥的画
画面也有还算恰当的修饰，而且片头曲非常的强，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不管是片头曲还是本片。地府少年花子君，女主角向传说中厕所里的花子许愿，从此被花子君缠上，一边过着被他撩，一边还要帮忙退治或是帮助妖怪的生活。动画制作精良，而由于男主是由我最喜欢的女声优绪方惠美进行配音的，所以我在看这部动画时，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的状态。所以说要问我推不推荐这部动画的话，我当然是推荐啦，但是可能不是那么客观就是了。这部动画平常就是比较偏日常欢乐，而到了认真的剧情时，男主就会变得非常的帅，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异度侵入，这是最让人感到惊艳的动画。这个世界观里有个机器能够搜集杀人犯的杀意，并且可以利用它的杀意制造出犯人的潜意识世界，而主角就要在这个世界中进行推理，来帮助现实中的警察从中获得线索，好逮捕犯人。而有趣的是，并不是说在潜意识世界解谜成功，现实中的事件就能够成功解决，反之亦然。现实中的事件解决了，潜意识世界中的谜题也不一定被解开了。潜意识世界的谜题不过是给予现实更多的线索罢了。也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所有的角色都需要进行推理。你可以看到大多数的人脑子都在线上，每一集的剧情量都非常的丰富，基本上属于你看了一集就会不小心接着看下一集的动画，也是我本季目前最推荐赶快观看的动画。由于它是原创动画，所以现在追的话就比较不用担心被剧透的危机，而且它目前为止的表现也是我认为即使最后烂尾了也值得一看的表现。好啦，这次的新番快评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整体来讲，这次的新番表现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甚至有很多我本来没有想要看，但是看了之后才发现真的很好看的动画，而许多续作动画也都有着不错的表现。魔法少女小圆外传的动画依旧有着它独特的魅力，排球少年第4季依旧好看，而科学超电磁炮第3季也看得出来 JC 是非常认真的在做这部动画的，到最新的一集我都看得心满意足。总之呢，这一季我也是一边过年一边追新番，追得很开心。以上就是我过年不怎么出门后所得出的感想。那这次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个喜欢，也可以帮我按个订阅及小铃铛。那我们有机会再见啦，拜拜。直接删掉其他好几个角色的剧情，还在第1集新增了一个新角色。关于删剧情这件事，毕竟动画的篇幅有限，所以剧情会有删减是情有可原的。而第1集新增的一个新朋友的剧情，我觉得加的还不错，因为我有稍微看一下漫画，我觉得第一场战斗本来就不是很吸引人，现在加一个友情的故事，让这一段的剧情变得更有魅力了一点，所以我是给予这个改编好评的。而这部的战斗画面并不算特别优秀，不会到太差，但也没有什么太亮眼的部分。主角到现在为止也大多都是因为运气好、能力觉醒之类的才能打赢敌人的，所以动画的剧情到目前为止还不算太精彩。但我有听到网络上对这部原作的好评，所以我依旧对它后面的战斗抱持着期待的心情。怕痛的我把防御力点满就对了。这个动画基本上就跟它的标题一样，女主角把所有的技能都点在防御力上，然后接下来的剧情就发生一堆会让我觉得哈这样也行哦的事件。像是女主角一开始遇到一个小怪，她因为她打她不痛，所以就站在原地给她打了1个小时，她就因此得到了防御力变成2倍的技能。是不是觉得没什么道理啊？先不说站在原地被打1个小时就能得到技能这件事，就当做它是一个很奇怪的游戏彩蛋好了。但是你跟我说什么样的人会站在原地给小怪打1个小时啊？超级怪人加上超级怪彩蛋，只会让人怀疑自己的脑袋而已啊。后来不管是被毒液喷个几下就能得到毒耐性，还是女主睡在地上承受了小怪3个小时以上的攻击就得到了冥想的技能之类的，这部有太多可以吐槽的地方了。但是它的制作水准又很不错，最近几集的战斗都做得不差，所以就算我原本是硬着头皮看的，到后来也意外地得到了不错的观看体验。不过我也是一边看一边吐槽的。要我说的话，这部动画就是我这季特别不知道要推荐还是不要推荐的动画。思维复写，本季中一部非常特别的动画，讲述一群人可以进入别人脑中去改变他人的记忆，甚至是操纵别人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人的脑中有山和谷，山就是存放着这个人人生中最美好记忆的部分，谷就是最糟糕最恶劣的记忆。而如果一个人缺少了其中一个，或是被他人用坏，这个人的精神就会崩溃了。而我们在剧情中可以看到，主角群为了修改一个人山的记忆，却又不能把它搞坏，所以必须要从那个人的记忆中寻找要怎么修改他的山，却又不会有逻辑上的问题，或是2个不同阵营的人在对抗时，不断的寻找对方记忆中的弱点之类的。这部动画在心理战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在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不过看完第1集可能会看不懂，那是很正常的，到第2集时就会给你带来醍醐味了。无尽连锁商店和怕痛防御力那个什么一样，是在玩 VR 游戏的动画，但这部的剧情就比较认真了。不过也就是因为这个认真，反
而破坏了我的观看体验。因为不管怎样，里面人都是在玩游戏，所以他们太认真反而让人觉得尴尬。像是刀剑神域虽然一样是认真玩游戏，但人家的游戏毕竟是会关系到人命的，稍微味道太差，但也没有什么太亮眼的部分。主角到现在为止也大多都是因为运气好、能力觉醒之类的才能打赢敌人的，所以动画的剧情到目前为止还不算太精彩。但我有听到网络上对这部原作的好评，所以我依旧对它后面的战斗抱持着期待的心情。怕痛的我把防御力点满就对了。这个动画基本上就跟它的标题一样，女主角把所有的技能都点在防御力上，然后接下来的剧情就发生一堆会让我觉得哈这样也行哦的事件。像是女主角一开始遇到一个小怪，她因为她打她不痛，所以就站在原地给她打了1个小时，她就因此得到了防御力变成2倍的技能。是不是觉得没什么道理啊？先不说站在原地被打1个小时就能得到技能这件事，就当做它是一个很奇怪的游戏彩蛋好了。但是你跟我说什么样的人会站在原地给小怪打1个小时啊？超级怪人加上超级怪彩蛋，只会让人怀疑自己的脑袋而已啊。后来不管是被毒液喷个几下就能得到毒耐性，还是女主睡在地上承受了小怪3个小时以上的攻击就得到了冥想的技能之类的，这部有太多可以吐槽的地方了。但是它的制作水准又很不错，最近几集的战斗都做得不差，所以就算我原本是硬着头皮看的，到后来也意外地得到了不错的观看体验。不过我也是一边看一边吐槽的。要我说的话，这部动画就是我这季特别不知道要推荐还是不要推荐的动画。思维复写，本季中一部非常特别的动画，讲述一群人可以进入别人脑中去改变他人的记忆，甚至是操纵别人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人的脑中有山和谷，山就是存放着这个人人生中最美好记忆的部分，谷就是最糟糕最恶劣的记忆。而如果一个人缺少了其中一个，或是被他人用坏，这个人的精神就会崩溃了。而我们在剧情中可以看到，主角群为了修改一个人山的记忆，却又不能把它搞坏，所以必须要从那个人的记忆中寻找要怎么修改他的山，却又不会有逻辑上的问题，或是2个不同阵营的人在对抗时，不断的寻找对方记忆中的弱点之类的。这部动画在心理战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在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不过看完第1集可能会看不懂，那是很正常的，到第2集时就会给你带来醍醐味了。无尽连锁商店和怕痛防御力那个什么一样，是在玩 VR 游戏的动画，但这部的剧情就比较认真了。不过也就是因为这个认真，反而破坏了我的观看体验。因为不管怎样，里面人都是在玩游戏，所以他们太认真反而让人觉得尴尬。像是刀剑神域虽然一样是认真玩游戏，但人家的游戏毕竟是会关系到人命的，稍微认真玩一点也是合情合理。但是这部就是救个刚认识的 NPC， 气氛却就像是救个真人一样，这样这个世界是游戏世界的设定，感觉就没有那么有意义了。而且男主还说出什么，虽然对我来讲这就只是个游戏，但是一旦知道这个小女孩会消失，我就是很不舒服啊。绝对是长相的问题，不然你不会对 NPC 这么有感情的。我不确定他的原作在这方面的表现，但是我只能说以动画来讲，个人几个角色的剧情，还在第1集新增了一个新角色。关于删剧情这件事，毕竟动画的篇幅有限，所以剧情会有删减是情有可原的。而第1集新增的一个新朋友的剧情，我觉得加的还不错，因为我有稍微看一下漫画，我觉得第1场战斗本来就不是很吸引人，现在加一个友情的故事，让这一段的剧情变得更有魅力了一点，所以我是给予这个改编好评的。而这部的战斗画面并不算特别优秀，不会到太差，但也没有什么太亮眼的部分。主角到现在为止也大多都是因为运气好、能力觉醒之类的才能打赢敌人的，所以动画的剧情到目前为止还不算太精彩。但我有听到网络上对这部原作的好评，所以我依旧对它后面的战斗抱持着期待的心情。怕痛的我把防御力点满就对了。这个动画基本上就跟它的标题一样，女主角把所有的技能都点在防御力上，然后接下来的剧情就发生一堆会让我觉得哈这样也行哦的事件。像是女主角一开始遇到一个小怪，她因为她打她不痛，所以就站在原地给她打了1个小时，她就因此得到了防御力变成2倍的技能。是不是觉得没什么道理啊？先不说站在原地被打1个小时就能得到技能这件事，就当做它是一个很奇怪的游戏彩蛋好了。但是你跟我说什么样的人会站在原地给小怪打1个小时啊？超级怪人加上超级怪彩蛋，只会让人怀疑自己的脑袋而已啊。后来不管是被毒液喷个几下就能得到毒耐性，还是女主睡在地上承受了小怪3个小时以上的攻击就得到了冥想的技能之类的，这部有太多可以吐槽的地方了。但是它的制作水准又很不错，最近几集的战斗都做得不差，所以就算我原本是硬着头皮看的，到后来也意外地得到了不错的观看体验。不过我也是一边看一边吐槽的。要我说的话，这部动画就是我这季特别不知道要推荐还是
是不要推荐的动画。思维复写，本季中一部非常特别的动画，讲述一群人可以进入别人脑中去改变他人的记忆，甚至是操纵别人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人的脑中有山和谷，山就是存放着这个人人生中最美好记忆的部分，谷就是最糟糕最恶劣的记忆。而如果一个人缺少了其中一个，或是被他人用坏，这个人的精神就会崩溃了。而我们在剧情中可以看到，主角群为了修改一个人山的记忆，却又不能把它搞坏，所以必须要从那个人的记忆中寻找要怎么修改他的山，却又不会有逻辑上的问题，或是两个不同阵营的人在对抗时，不断的寻找对方记忆中的弱点之类的。这部动画在心理战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在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不过看完第一集可能会看不懂，那是很正常的，到第二集时就会给你带来醍醐味了。无尽连锁商店和怕痛防御力那个什么一样，是在玩 VR 游戏的动画，但这部的剧情就比较认真了。不过也就是因为这个认真，反而破坏了我的观看体验，因为不管怎样，里面人都是在玩游戏，所以他们太认真反而让人觉得尴尬。像是刀剑神域虽然一样是认真玩游戏，但人家的游戏毕竟是会关系到人命的，稍微认真玩一点也是